患有绝症的女主果断甩了男主，转身报警。全书中唯一能救她的反派恶女，谁料病刚痊愈，闺蜜却消失了。10年后，皇太子求婚的消息传遍全国，消失已久的闺蜜竟在此刻现身，并以男人的身份抢婚示爱。被偷家的女儿奴老爸彻底坐不住了。深夜的钟楼上，薇薇安等待着一位男士的到来。见到拉赫迪斯爵士，他立马展开笑颜：“您听说皇宫里发生的事了吗？听说皇太子向你求婚了。”犹豫片刻后，他小心翼翼地开口：“没错，所以你能帮我找一个靠谱的男人吗？”话音刚落，拉赫迪斯顿住：“只签1年的合同就好，有没有可以信任的人？最好是外国贵族子弟，现在必须马上订婚才行，不然就得嫁给皇太子了。”男人的语气带着醋意和失落：“所以你是要和别的男人随便达成契约婚姻吗？说要和我共度一生，你不是说想嫁给我？”和我结婚吗？薇薇安懵了，什么时候？但看着对方受伤的眼神，他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垃圾。我从未对爵士说过这样的话。他正要辩解这莫须有的指控，突然想起某人的眼睛，那双眼睛竟与他受伤的眼神极为相似。自己一生中唯一承诺过的人，到时我会再来看你。他对自己总是冷淡却又温暖，虽然久未相见，但还是时常思念。但这太荒谬了。拉赫迪斯爵士怎么会是拉赫尔？回答我，薇薇安。就算是契约婚姻，结婚后也要牵手，还要这样接吻，你能对别人做这种事吗？面对拉赫迪斯的质问，他紧张的几乎要哭出来。相约一生的好友，竟然是个男人，这不是天大的骗局吗？10年前，发烧的薇薇安想起自己附身到了前世读过的书里，自己是女主薇薇安，男主是皇太子艾伦。然而这部小说是以女主的死亡告终，男主艾伦陷入了刻骨铭心的悔恨中。他得的绝症是魔力过剩症，体内大量的魔力积聚在心脏，最终爆裂而亡。但不幸中的万幸是，不是没有办法摆脱悲剧。这本小说中的恶女，唯一一个能拯救她的人，拉赫尔·艾德温，不与女主争夺男主，而是有着巨大野心，想夺取皇位的最终反派，同时也是能将周围魔力吸收的特殊体质。原著中，薇薇安为了保护艾伦，拒绝接受拉赫尔治疗，但那种原著情节谁在乎啊？等自己死了才后悔的男主，谁稀罕那种东西？他要紧贴在拉赫尔身边，健康长寿，顺便帮助拉赫尔避免黑化吧。互相帮助，真是完美的计划。童年时，拉赫尔就在这个乡村疗养，自己只是一介平民，不是想见就能见到宫女的，所以他准备了第一个计划，与佣人亲近，收集有关拉赫尔和公爵的信息，总有机会和拉赫尔变得亲近。女孩立马出击，不失时机地向大家问好，但大多数人都选择了无视。她并没有消沉，表明了自己的身份：我是迪亚斯·海森的女儿薇薇安，她在村里经营着一家比比面包店，今年9岁，听说是今天搬来的，我来拜访一下。每天路过的时候都看到很大的豪宅，所以很神奇。如果对我们村有什么疑问，就问我。我在这里住了大半辈子，村广场的杂货店卖的化妆水效果很好，隔壁的姐姐每天都涂，皮肤就变得很柔软。不出所料，一位女佣人感兴趣地问价格是多少，1个1银，正好在搞买1送1的活动，还有皮埃尔叔叔开的旅馆，酒特别好喝。这次一位骑士调皮地问道：你怎么知道？喝过吗？不是，有个大叔每天都喝酒，他每天都说从明天开始不喝了，第二天又在那里喝。说完，佣人们都笑了，气氛很好。小朋友，你知道卖优质奶酪的地方吗？明天得去买点呢。薇薇安自信地扬起下巴，当然，这一带我可熟得很呢，相信我吧。那我先告辞了，明天见。这种程度的话，很快就会熟悉起来的。很稀罕没能和拉赫尔打招呼，不过还有很多时间。不经意间抬头看向别墅的瞬间，他和窗户内向下看的女孩对视了，与洁白的皮肤形成鲜明对比的黑色直发，不现实的外貌，还有那冰冷的表情，他一眼就认出那个孩子就是自己想见的拉赫尔。反应过来后，他赶紧举手打招呼。见此，拉赫尔转身就走进房间，他悄悄放下了尴尬的手。算了，只要以后慢慢亲近就行了。今日目标达成。第二天，薇薇安带着公爵家的侍从去买奶酪，终于说服了爱挑剔的奶酪大叔，顺利完成约定。邻居间本就该相互照应，这次轮到叔叔帮他了。紧接着他虚脱似的捂住肚子，大老远跑一趟，肚子饿，我得回家了。肚子如雷鸣般发出叫声，我先告辞了。受人恩惠却想装傻可没那么容易，更何况还是个饿肚子的小孩。不出所料，男人叫住了薇薇安，你稍等一下，进来吃点零食再走吧。女孩美滋滋地扬起嘴角，真的可以吗？谢谢您。一位女佣邀请她参观花园，这里的景观可棒了。女孩真诚地回答，这里简直就像公主的宫殿，我一直想看看呢。冰雪公主确实住在这里哦。她故作好奇地问，昨天看到3楼有位小姐，她就是公主吧？公主殿下是个什么样的人呀？话未说完，门突然被一个女孩推开，再来块蛋糕。见到薇薇安后，女孩不高兴地质问她是谁。侍从如实介绍后，女佣提议趁此机会跟薇薇安好好相处吧。莎莉却摆出傲慢的姿态，让我跟那种乡下土包子玩。女佣向薇薇安介绍道，她是侍女的女儿，明明也是平民，却装得跟贵族小姐似的，怕是觉得自家母亲受待见，就真把自己当贵族了吧。莎莉愤怒地大喊，居然把街头讨生活的小乞丐带进公爵大人的别墅里来，又脏又晦气。女佣起身维护，你跟朋友说话太过分了，谁跟那种脏东西是朋友啊？赶紧把他赶出去，吵什么呢？公爵顺着声音来到后厨，下人们见此连忙行礼，薇薇安也迅速站起身，此人便是卡尔茨·艾德温公爵。莎莉抢先一步告状，那孩子未经允许就闯进来
来了，竟敢擅闯您所在的府邸。薇薇安无语，不过要是能在公爵大人面前好好表现，说不定能得到和拉赫尔见面的机会。是谁把孩子送进豪宅的？侍从站了出来，并将事情原委告知公爵大人。这孩子不仅弄到了奶酪，还说服店主帮忙讲价。卡尔茨犀利的目光转向薇薇安，这么小的孩子能和老板谈判？就在这时，薇薇安小心翼翼地走上前，我是迪亚斯海森的女儿薇薇安，拜见公爵阁下。如果不算失礼的话，我可以斗胆进言吗？叔叔说，公爵是个明事理的人，不会对受到的帮助置之不理。若就这样放恩人离开，公爵大人会生气的。所以他说要秉承公爵大人的心意，对我予以回报。公爵立马明白，这孩子是想阻止他惩罚詹姆斯，不然他就是一个不懂道义、蛮横无理的人了。于是他命管家给薇薇安足够的食物，并付清帮忙的酬劳。莎莉难以置信，您是说要给那小乞丐酬劳，不是要惩罚他吗？正如那孩子所说，伯代帮助了艾德温家的恩人是不合道义的。你觉得我的做法不对吗，莎莉？莎莉摇摇头，小声回答，这是一个仁慈的判决。薇薇安俯身行礼致谢，谢谢您公爵大人，您今天所施的恩惠，将来也会以我所能的来报答。卡尔茨忍住了虚空的笑声，暗示今后还会经常来吗？不仅眼力好，甚至有些狡黠，正好需要一个和拉赫尔同龄的女孩，为掩盖宫女是个男孩的事实。第二天清晨，薇薇安清理着门店前院，这时刚整理完店面的爸爸走过来，一脸难能可贵。薇薇最近起得早啊，我们的睡美人公主怎么了？自己待会儿要去别墅，所以才起早。要是爸爸知道自己前几天瞒着他去那的话，肯定又会像上次那样，不管是吃饭还是洗漱，甚至睡觉，唠叨到自己耳朵生茧。我决定从现在开始做一个乖巧勤奋的薇薇安。这时举着嘴牌的爸爸在旁边贴过来，眼镜在撞击中掉了下来。薇薇安匆忙跑过去，担心着询问伤到没。爸爸小心地把眼镜捡起来，幸好眼镜没碎。据他所知，爸爸并不近视，戴着还妨碍做生意，却非要戴着那副眼镜，尤其是见人的时候，可惜戴上眼镜，那张傲娇的美貌就被遮住了。话说，爸爸的烘焙水平简直一塌糊涂，按教成混合材料不就行了吗？尽管如此，还是有客人找上门来，都是托爸爸这张脸的福。杂货店的劳伦阿姨和水果店的卡琳阿姨，他们是爸爸的头号粉丝，每天早上都来看那张脸。可惜啊可惜，要是不戴眼镜，店里的营业额肯定能更高。那父女俩正要准备开门迎客，不一会儿，马蹄声渐近，一辆高档马车停在了店门前。马车上的文章正是代表艾德温公爵家。管家从马车上下来，大步走到爸爸面前，嗨，薇薇安，你好，管家。看着二人，爸爸警惕的目光落在了女儿身上。艾德温公爵家的管家怎么会认识你？他假装没注意到那目光，向管家打招呼。管家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来买面包的吗？我是因为别的事来的。还有别的事吗？管家没有回答，而是抬起眼睛看向爸爸，并做起自我介绍。我是艾德尔班公爵的管家欧文，您是薇薇安的父亲迪亚兹海森先生吗？我开门见山的说吧，公爵希望海森先生的女儿能做宫女的玩伴。听后，薇薇安惊喜的抬起头，机会来了。昨天公爵看到薇薇安小姐，对她的潜力给予高度评价。爸爸听说自己和公爵见面了，低头质问，公爵昨天见了薇薇安呀？薇薇安汗流浃背，这位叔叔要用眼神杀女儿了。他偷偷的避开了他的视线，搂住了爸爸的腰。管家接过话头，薇薇安小姐将和小姐一起上课学习，如果有什么需要，我们会以艾德温的名义提供支持。本以为爸爸会接受这个建议，谢谢你的建议，还有很多东西没教好，还不足以成为公主的玩伴。看着一刀切的爸爸，薇薇安无声的尖叫，不行，这是机会啊！他捏着爸爸的胳膊喊道，爸爸，我们谈谈。然后拉着爸爸走进旁边的小巷。薇薇安，你为什么要去那里？不像往常温柔的冷淡声音，看来撒娇和耍赖是行不通了。他改变了策略，只是好奇公爵别墅长什么样，本想在外面偷偷看，结果碰到了公爵。爸爸叹了口气，爸爸会和管家好好谈，我们就不去别墅了好吗？他急忙抓住爸爸的衣襟，不行爸爸，我得去那里。为什么执意要走？他不能说拉赫尔的体质，为了避免皇帝的牵制，所以对外保密。所幸他把原著的故事讲得很坦率，我想治好我的病，但不知是不是这句话起了反作用，本来就白的爸爸脸色发青，突然怎么了？最近也很疼吗？难道你在瞒着爸爸？不是那样的，我没事，冷静点爸爸，我就是想快点把病治好，和爸爸长命百岁，也不想爸爸担心。公爵认识能干的医生和魔法师，要是拜托他的话，应该会帮忙吧。爸爸看着他的那双眼睛，不知为何看起来很悲伤。爸爸用热切的目光看了他许久，最后像输了一样举起双手，好，那就拜托公爵了。终于听到了想要的答案，薇薇安安心的露出了笑容，谢谢你爸爸。第二天，他坐在温室等待管家把小姐请来。和拉赫尔第一次正式见面，他再次整理裙子，拍了拍小脸，打起精神，要讨人喜欢啊。听到后面的脚步声，薇薇安激动的回头，但进入温室的人却是莎莉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看到莎莉恼怒的表情，他带着令人讨厌的笑容打起招呼，我来做小姐的玩伴了，以后请多多关照莎莉。萨莉不屑地指向他，像你这样的到底是谁？谁又不经我妈允许把你这种东西放进这里来了？公爵也要得到你母亲的许可吗？萨莉震惊，你去跟你妈说一声。公爵擅自把住在市场楼下的乞丐带回来，成了小姐的朋友。莎莉一脸恶毒地瞪着他，但又无法反驳，只好逃走。过去很久，拉赫尔依旧没有出现，突然心脏大跳了2次，只感觉呼吸困难，同时阵阵的痛苦扑面而来。
症状突然发作了，没有办法缓解，只能默默忍受。他踉跄地扶着座椅站起身。公爵一定不想把生病的孩子当作宫女的玩伴，暂时躲起来吧，直到好起来为止。外面突然先打开了门，薇薇安径直向前倒去，直接扑进了陌生的怀抱。对不起，急忙起身抬头的那一刻，二人眼神对视了。拉赫尔下意识扶住他，一双蓝色的弧状眼睛，比同龄女孩高一点的身高，长得像童话里的精灵。薇薇安猛然清醒过来，你好，公主，我是薇薇安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是公主的玩伴。但问候的话还没说完，拉赫尔就从身边走过，坐在温室中央的桌子旁。好冷漠，反派恨女主是不可避免的宿命吗？不过刚才心脏还很疼来着，接触到拉赫尔的瞬间，疼痛居然瞬间消失了。平时疼痛即使减轻，也会留下轻微疼痛。意识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后，他真想马上拥抱拉赫尔，但还是努力忍住。拉赫尔始终没有看他一眼，薇薇安却更兴奋了，他一定要和拉赫尔成为好朋友。然后立刻坦白，我喜欢公主，我以后一定会让大家幸福的。在热烈的表白下，拉赫尔第一次开口，你别再来了。冷冰冰的第一句直接让薇薇安原地石化。拉赫尔头也不回地离开，他像被甩了的痴情人般，他只是想活下去的梦想不会就这样结束的，10次都砍不倒的树，砍11次就行了。加油，薇薇安。几天后，和拉赫尔的茶点时间，他又找到别墅了，但是已经登了30分钟，拉赫尔还是没有来温室。他想起了拉赫尔冷冷的声音，那句别再来了。然而这时温室的门开了，他反射性的打招呼，起身做出优雅的行礼，却被那咯咯的笑声打断。站在那里的不是拉赫尔，而是莎莉，嘲笑着他刚才的样子，调侃道：“你好呀，公主，果然是个没学识的孩子，没有眼力劲儿吗？宫女到现在还不来，还不懂吗？像你这么没文化的人，因为水平低，所以不想玩，知道了就赶紧回家，真是麻烦。”宫女真的这么说了？那么我可以问宫女吗？萨莉一时神色慌张。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我现在就回家。但如果是假的呢？违反了公爵的命令，我不就成了一个放肆的孩子吗？莎莉依旧嘴硬地说自己没骗他。薇薇安推开莎莉的肩膀，走出温室，睡时从后面传来了莎莉的追喊声：“站住，不能就此作罢！”转角间正好遇到了正在下楼的拉赫尔。你怎么来了？一副不耐烦的表情，看着莎莉那副得意的模样，薇薇安开始了演绎，夸张地做出受伤的表情。其实我都知道，宫女觉得跟我喝茶无趣，所以我想了其他玩得开心的办法。村子怎么样？拉赫尔眼神中勾起了一丝好奇。内心紧张的萨莉阻拦道：“为什么要去那种有味道的地方？小姐不喜欢走出家门，对吧，小姐？”但与萨莉所说的不同，拉赫尔并没有直接拒绝，看似在犹豫，其实拉赫尔也想出豪宅吧。读过原著的他知道，拉赫尔是作为叛徒而死的先皇，和公爵的女儿伊塞拉公主之间的孩子。皇帝明知如此，表面上没能把这位私生子干掉，但全地人民都知道，这并不意味着完全的宽恕。拉赫尔比任何人都清楚，所以他一直努力不被人们看见，不出府，隐藏自己的存在，就像死了一样，让大家忘记他。如此压抑的心灵成长，最终变成了逆心。但这里既没有皇帝，也没人能认出拉赫尔，所以在这个村子里，你不必那样躲藏起来。他向拉赫尔伸出手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去村里看看吗？宫女殿下。拉赫尔正要回答时，突然出现的中年女子打断了，那会很麻烦的。见莎莉开心地唤她做妈妈，原来是拉赫尔的保姆玛格丽特。她用手搭在拉赫尔的肩膀上，因为有其他日程，虽说是为了保护拉赫尔，但连意见都不听吗？但是还剩下和我一起喝茶的时间呀。我是说今天出门可能会很困难，难道我的话很难理解吗？那样的话，如果得到公爵的允许，可以吗？玛格丽特顿时火冒三丈，看来你还不太清楚，负责小姐整个教育的是我的意思就是公爵的意思，现在明白了吗？就在那时，公爵出现在所有人后方，我有阻止过那个孩子外出吗？保姆顿时不知所措，阁下，我只是因为担心小姐，如果你真的担心，可以多加一个护卫。公爵说着，看了拉赫尔一会儿，面对爷爷的目光，拉赫尔尴尬地避开了。原著中，拉赫尔黑化出家，与爷爷绝缘，本以为是黑化导致关系不和，原来从小就不好。你想去就去吧，拉赫尔，当然必须在日落之前回来。面对突发情况，一时神情慌张的奶妈晚了一拍反驳，但是阁下，小姐马上就要上理发课了，那就算拖到明天也没关系。随后下令让管家找马车。薇薇安被惊呆了，这就是权力的味道。看来莎莉和保姆都一心想赶自己出去。带着邪恶的微笑，她走到公爵身边，您好，公爵大人，然后低头礼貌地打了个招呼，想和大家打个招呼。您好像很忙，所以没能来看您。公爵记得以前打过招呼，不过这可是第一次作为宫女的玩伴打招呼。公爵若有所思地看着，也许他认为这句话是对的。爸爸教我第一次去朋友家，一定要礼貌地打招呼，所以说晚上我能和公爵一起吃饭吗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请你吃一顿饭的意思。抛开身份高低，在朋友之间也是不多见的事。除了公爵外，所有人都被这番话惊到。保姆冲过来打算把他拉下去，果然不该招没文化的平民孩子啊！但公爵豪爽的笑声阻止了保姆。好啊，没有理由不能请孙女的朋友吃一顿饭吧？欧文，准备晚餐。薇薇安激动地握起小拳头，做到了。晚餐，拉赫尔的第一次外出都成功了。本以为是这样，但拉赫尔却表示不去。他震惊地瞬移到拉赫尔身边，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喜欢？就是不喜欢。你不想去村子里是有什么原因吗？请告诉我，我会努力解决的。讨厌又吵又乱，我最讨厌人多。听到回答，薇薇安瞬间明白，是害怕人们的视线啊，怕这些村民认出自己窃窃私语，被骂是叛徒的孩子。想到这里，薇薇安信誓旦旦地保证，我能帮你解决，请相信我吧，宫女殿下。
就这样，他们爬上了山顶。一棵巨大的梧桐树屹立在草地中心，清风拂过女孩的头发。薇薇安指着前方说：“在这棵树下就能俯瞰整个村子，快看呀，看着那风景。”拉赫尔才切身的感觉自己真的走出了豪宅。就在那时，当他正然望着眼前开阔的村落景象时，薇薇安已仰面躺进草地，自顾自的左右滚了起来。你在做什么？他没有回答，接着劲拳起身，真的沿着草坡一路颠簸着滚了下去。那一刻，不仅拉赫尔愣住了，连原本肃立的骑士们都惊呆了。他沿着斜坡滚了很长一段，直到坡度渐缓，才终于慢慢停下。真有意思，即便全身都是草，却笑得那样开怀，那笑声里漾开一片无拘无束的恣意。看到这一幕，对于长大后成为宫女的拉赫尔来说，这是无法想象的。不只是他自己遇到的任何贵族孩子都没有这样做，大家都装成大人，静静的看书或打瞌睡。在爷爷面前，他表现得那么端庄和激烈，现在简直就像一匹小马驹，似乎又像个懵懂单纯的孩子。果然是个怪孩子。薇薇安满脸都是快乐的微笑，像个乞丐。拉赫尔皱起眉头，你好脏。他毫不在意，像这样拍拍就好了。宫女也要试试吗？到了这里一定要试试这个。草地软乎乎的，很好玩。没等说完，拉赫尔就郑重拒绝了。算了，你自己玩吧。女孩撇撇嘴，很有趣呢。拉赫尔无视这声音，把目光转向了小镇的风景。然后薇薇安偷偷地走到他身边，用手指着屋顶解释道：“那个鱼红色屋顶是水果店，前面是杂货店。”拉赫尔沿着手望着村子，突然又看向旁边的女孩。女孩的金色眼睛像宝石一样闪闪发光，描绘了村庄的全景。就在看着那只眼睛时，她转过头朝着自己笑。拉赫尔不明白，明明只是个平民，为什么这孩子能如此闪耀呢？小姐，我们下次一起去村里看看吧，好吗？那一刻，他懂了，是自由。与自己完全相反的开朗大方，这个孩子拥有他没有的自由。在意识到这点的那瞬间，拉赫尔觉得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孩子就像是这个小世界的主人，有点嫉妒，还有一点羡慕。从东山下来，回到豪宅的路上，薇薇安欣慰地问道：“怎么样，小姐？这样逛村子也不错吧？”拉赫尔没有作答，不过相比白天时的眼神柔和了很多。果然是我们家挑剔的小姐。这时，拉赫尔把手放在自己的头上，好似是在让他跟着自己做。于是薇薇安把手放在头上，抓住一片不知从何时起插在头顶的叶子，肯定是刚才在东山的时候。这才明白为什么刚才大叔们看着他笑了。这个怎么现在才告诉我？拉赫尔又把目光转向窗外，在爷爷发现之前告诉你，就该心存感激了。但是就在刚才，拉赫尔好像笑了。仔细观察时，他还是一副扑克脸。果然是看错了吧？那个冷酷的拉赫尔怎么可能对他笑呢？想起拉赫尔刚才的话，他紧张的要命。现在回到别墅，等着他的就是和公爵的晚餐了。晚宴上只有餐具的咯吱咯吱声，填补了餐厅的静谧。虽然知道拉赫尔和公爵关系不好，还以为是黑化后关系才变差的，看来是从小就不好啊。这种程度的话，感觉别墅的门卫大叔和自己更亲近呢。冷风吹过两人之间，他汗流浃背，打破了沉默。那个，今天多亏了公爵的允许，我在村里游玩得很好。公爵对他的话很感兴趣。是吗？去了哪里？因为第一次来村里，时间比较紧张，就去了后花园。登上高处就能一览全村。公爵夸赞道：“能在短时间内想到游览村子的最佳方案，挺不错的嘛。毕竟让公爵在饭桌上久等是不礼貌的呀。”薇薇安偷偷看了看公爵的脸色，孙女难得外出回来，都不问问是否顺利或开心吗？他只好把两个人绑在一起，希望公爵能关心拉赫尔。下次请公爵也一起去村子里吧，如果有时间的话。谈话就这样结束了。又一次出现了令人窒息的沉默。拉赫尔似乎习惯了只专注于吃饭，与家人亲近会更有助于情绪，或许可以阻止未来的黑化，但要做到这点，得先弄清楚两人关系疏远的原因。这时，管家急忙跑进餐厅，皇宫来了监察官。另一边，面包商店的门铃响了。你是薇薇安·海森的父亲，迪亚斯·海森对吗？迪亚斯一眼就认出来皇家骑士团，难道是知道薇薇安的身份才来找的？他把一把面包刀藏在背后，动作非常熟练。请问有何贵干？一个看起来像头头的人走到面前。我是皇家骑士团的柯蒂斯·罗汉，想见见您的女儿。她在家吗？迪亚斯眼神瞬间变得冷淡，同时握刀的手用力。皇室为什么要找我女儿？听说你女儿是艾德温公主的玩伴，我有几件事要问。幸好他们的目标似乎不是薇薇安，但还是小心为妙。对不起，她现在不在家。话音刚落，门铃响了，薇薇安冲了进来。我回来了。爸爸见状无奈地扶着镜框。薇薇安察觉气氛不对，这是什么情况？一群凶神恶煞的大叔居然围着爸爸，脑中立马浮现出惊悚的一面。队长叔叔走到面前，你是薇薇安吗？叔叔笑得不怀好意，他警惕地直视叔叔。是的，怎么了？我们是奉皇帝陛下之命而来的皇家骑士团。他这才看到大叔上臂上的徽章，爸爸曾再三叮嘱过他，看到穿绣有这种徽章衣服的人，要尽量远离。有好贵族，但也有坏贵族，即使没做错事也会受到惩罚。越接近皇帝陛下，惩罚可能越重。同时，他想起了刚刚别墅里的情形，公爵僵硬的表情，看来他们是想打探拉赫尔的事。我有几个问题想问，能出去谈一会儿吗？
那一刻，爸爸穿过大叔们，把女儿抱住。就在这里谈吧。队长大叔的眉头皱了起来。难道我这个皇家骑士会绑架孩子？迪亚斯丝毫不退步。骑士大人似乎还单身，本来有女儿的父母就是这样的心情，请谅解。作为侍奉陛下的骑士，违抗我的话无异于叛国罪。看两人之间的尖锐气氛，薇薇安咽了咽口水。打起来，爸爸肯定会输。我爸是个身体好却不会打架的傻瓜。果然，爸爸需要他来保护。在气氛变得更严重之前，他迅速介入。什么事？听说你是宫女的玩伴，想问问宫女的情况。不出所料，但他不能把情报交给皇帝。女孩看着他们，心里露出了邪恶的微笑。看来这些大叔们还没结婚呢，让他来告诉他们，和9岁孩子对话有多崩溃。大叔们为什么不能直接问宫女呢？俗称10万个为什么攻击。叔叔们对此感到尴尬。陛下和宫女关系不太好，所以不方便直接问，才来问你的。薇薇安故作震惊地张大嘴。公主和陛下关系不好吗？为什么？就在这时，另一位大叔打断了他的话。忘了刚才的故事吧，陛下是关爱万民的仁慈之人，只是关心远行而来的宫女是否安好。薇薇安展开第2次攻击。可是那为什么对我不好奇呢？我和爸爸也是陛下的子民，我好奇我们在这个村子里过得好不好吗？大叔愣了一下，然后回答，当然好奇了。你在这里过得好吗？和宫女也过得好吗？不露声色地夹带着拉赫尔吗？这位大叔可不好糊弄。那么最后，他喋喋不休地说些废话，讲着自己每天认为有趣的日常。队长大叔紧急打住，那次胆识体验，宫女也一起去了吗？没有，那时候宫女不在我们村。大叔们的内心终于到了极限。那你现在为什么要说那个？他立马眼泪汪汪。叔叔们先问过的好不好？那我不说了。大叔们都感到慌了。不是那个，是好奇你和宫女相处的如何？难道你没见过宫女施魔法吗？这才是本来面目啊！希尔顿帝国的开国皇帝是一位大魔法师，因此后代都拥有惊人的魔力天赋，除非有意外，当代魔力最强的子孙会继位，但也有反对的后代，其中之一就是先皇太子，也就是拉赫尔的父亲。作为强大魔法师的他，基于皇位图谋叛乱被处决，此后皇帝一直监视着公爵家，恐怕继承了皇权的拉赫尔会像杰伊父亲一样叛变。薇薇安表示好像没见过。耐心不足的叔叔愤怒提醒，再认真想想然后回答。默默注视的爸爸伸出了手，到此为止吧。面对一个9岁的孩子，你不会得到想要的答案。大叔不好意思地退了回去，白费时间了。不过总觉得你有点眼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迪亚斯微微一笑，不知道，我好像是第一次见到你。薇薇安感到奇怪，爸爸明明不是大众脸。听到回答，大叔们最终转身离开了店铺。爸爸一副忧心忡忡的表情，暂时别去公爵家了。薇薇安答应下来，管家先生也说暂时不去比较好。话是这么说，但公爵说不定已经怀疑自己了。自己刚当上拉赫尔的玩伴，皇宫就派人找上门，这玩伴的位置来的也太蹊跷了。突然，苦恼的脑海里闪过一个想法，于是不管爸爸说的晚餐问题，径直跑到2楼的房间，然后打开笔记本，只要把这个给他看，就能解开公爵的疑心了。1个星期过去，在此期间，薇薇安再没有来过豪宅。果然啊，他也跟之前那些孩子一样，表面原因多种多样，身体不好，有了弟弟，远道而来的亲戚等等。起初他相信了那句话，也曾怀着担心的心情写信，直到有一天，保姆告诉了他真相。其实大家都是因为小姐是逆臣的孩子才不敢来的，怕皇帝陛下惩罚和小姐亲近的人。可怜的小姐，不过您别担心，我和莎莉会一直陪在小姐身边。那天之后，拉赫尔决定不对任何人抱有任何期望，嘴上说喜欢她，是啊，他早就知道他很快也会丢下自己。明明该习以为常了，可为什么这么烦躁呢？这时敲门声突然响起，难道是他？然而进来的人却是莎莉。您在看书吗？拉赫尔失落地转过头，没有做任何回应。莎莉继续套近乎，小姐现在也不是学习时间呀，就不能休息一会吗？我想玩人偶游戏呢，不然玩过家家怎么样？看着对自己一句不发的拉赫尔，莎莉心烦意乱。小姐本来也话少，但还是偶尔和他聊过几句，直到薇薇安来。小姐是不是也因为那个乡巴佬没来，才这么冷清啊？之前不就是因为那只狗，害得你都没法好好看书吗？提起薇薇安，拉赫尔只看书的目光转向了莎莉。莎莉更加兴奋地说，她表面装乖，装作跟我们很亲近的样子。我从一开始就知道，那个丫头很快就会跑掉。不过小姐别担心，我会永远陪在小姐身边。滚，吵死了，你给我出去！最后，莎莉被这种威慑力所驱使，走到了院子里。她顿时怒不可遏，这都是因为那个臭丫头。气喘吁吁的莎莉踢开了花盆，砰的一声，花盆倒在地上碎了。一个乡下土包子竟敢勾引要成为她丈夫的人。母亲曾说过，虽然她现在因为特殊情况只能以女孩的身份生活，但等她长大了就会变成男生和你结婚的，所以你得陪小姐一起玩，知道了吗？就算她再怎么折腾，拉赫尔最终也一定会和我结婚的。正气愤的时候，旁边传来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，刚才些话能再跟我详细说说吗？你是说宫女殿下怎么做你的丈夫呢？深夜，欧文报告公爵大人，督察人员说后天回王都。卡尔茨扬起一个眉毛，这么快？既然远道而来，还以为会待到1个月左右呢。虽说陛下的旨意是让他们去乡下探望下山的老师，但实际目的应该是监视。好不容易派到这来的监视人员，居然这么快就撤回去了。公爵有种不好的预感，女儿直到死去的那一刻
都拜托他，请一定要保护好赫拉尔。随后他吩咐管家加强别墅的戒备。欧文随后拿出了一份文件，他收集了关于薇薇安和他父亲迪亚斯黑森的信息资料。迪亚斯黑森29岁，目前在村里经营一家面包店。他的妻子据说5年前带着女儿定居村子之前就已经离世了，但没人知道他们一家过去的经历。虽然来村子之前的行踪很神秘，看来他与皇帝似乎没有任何联系。在自己买下这里的宅邸之前，皇帝不会事先知道就栽赃的。欧文把一本笔记本递给公爵，补充道：“这是薇薇安呈给您的报告。据说他对皇宫骑士进行了观察分析。”公爵不解，那孩子为什么要观察皇宫骑士？今天中午，欧文问他为什么要把这个交给阁下，因为我是站在公爵大人这边的呀。想到这句话，欧文不由得笑着说：“因为那孩子也是站在您这边的。”卡尔茨一脸疑惑地翻开笔记本，本中写道：“那天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，回到家发现有3个怪叔叔。叔叔们问宫女殿下过得好不好，有没有见过他使用魔法。吃完早饭出去时，叔叔们又去问杂货店老板有没有给公爵家提供什么特别的东西。看完，公爵忍不住笑出了声。从第一次见面就有这种感觉，那是个懂察言观色、处事有道的孩子。这不就找到了不错的人才吗？把薇薇安叫进来。”与此同时，薇薇安满怀希望地下了马车。拉赫尔过得好吗？虽然他应该不会等自己，但还是好想快点见到他。刚到宅邸后面，注意到了拉赫尔的背影，他很高兴地举起手打招呼：“宫女殿下。”然而拉赫尔却像是没听见一样，转身走到后院去了。他顾不得多想，径直追上了拉赫尔。“公主殿下。”最后拉赫尔回头看了他一眼，面对的蓝眼睛冷得像结冰的湖水。“怎么又回来了？难道是来跟我告别的？那些都没必要，你回去吧。”“什么？”对此拉赫尔冷淡的回应：“你明明也怕我吧？怕和逆贼的孩子亲近，会连累你和你的家人。”拉赫尔似乎在自嘲，到目前为止，朋友们都是这样离开的吗？所以才会因为自己几天没来，就以为他也要走了才生气的吧？是因为害怕再受到伤害，这份恐惧才让这孩子把心门关上啊。虽然在小说里只是个恶女，她的内心，但内心不过是个害怕被抛弃的孩子罢了。他得告诉拉赫尔，我不怕他，也从未想过要离开他。宫女殿下。但拉赫尔转身走开了，就像害怕说再见一样。他茫然地望着那渐行渐远的背影，于是又追了过去。就算你离我远去也没关系，我主动走向你就好了，直到那孩子愿意相信为止。自己只要陪在他身边就好。最先到达的拉赫尔已经开始了剑术训练，现在插手的话只会徒劳反感吧。在寂静的练武场上，只听得到用木剑击打的声音。突然，木剑在击打木偶时，随着强烈的破裂声碎裂，锋利的碎片划破了拉赫尔的脸。薇薇安立马跑过去：“您流血了。”伸出的手却被狠狠地拍了回去。反应过来后，拉赫尔好像也很惊讶，转身就逃离了他。现在要消除误会才行。薇薇安想着迈步去追，但那一刻，熟悉的窒息感猛然袭来，这次伴随着比以前更强烈的痛苦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当女孩绝症突然发作，一直以来都无视她的拉赫尔竟发了疯。那个倒下的身影与过世的母亲重叠在一起，来不及多想，他果断背着女孩奋力跑。本打算在付出真心而被伤害前及时止损，可如今这种情况恐怕再难以停止。回到房间后，他坐在床前不断祈祷，拜托，哪怕现在和他告别，自己也会欣然接受。你可以避开我，离开这里，拜托你活下来。此时主治医生冲进房间，但躺在拉赫尔床上的不是拉赫尔，而是小姐的玩伴布莱恩爵士。求您救救这个孩子。那双蓝眼睛在颤抖。看到这一幕，布莱恩内心感到惊讶，这是小姐第一次表达自己的感受，更何况在公爵夫人的葬礼上都没哭，像个洋娃娃一样感情消失的少爷。为了保护自己，把身份和感情一并藏在了长发里。首先单看脸色，似乎问题并不严重。安抚完小姐后，他查看起薇薇安的病情。这时玛格丽特走进来，小姐，马上就是理发课了。走进房间，看到倒下的薇薇安，他惊讶地问：“哎呀，这孩子怎么会这样？”说是突然晕倒，没有外伤，也没有表面症状，还需进一步观察。对布莱恩的解释，玛格丽特的嘴角悄然上扬，随后建议小姐先休息一下。拉赫尔想都没想就拒绝：“我只会在这里待到门诊结束。”女人只好妥协，如果能让小姐心里舒服点的话，那今天的理发课就推到明天吧。随后转身离开。小姐很少会坚持自己的观点，这居然都是因为那个臭丫头。不过这样反而更好，这是把那丫头赶出去的绝好机会。从5年前公爵夫人伊塞拉去世的那天起，玛格丽特就慢慢的驯服了小姐。出了宅邸，皇帝陛下还有别人都会看不起小姐的，万一被发现是男人，别说是小姐了，这里的所有人都会有危险。那么公爵可能会为了救人而抛弃你，不过也别太担心，我会陪在小姐身边，直到死的那天。因为伊塞拉的遗言，卡尔茨只关心拉赫尔的生存，而不关心拉赫尔本人。驯服一个无依无靠的孩子很容易，目的只有一个。公爵每晚都秘密让拉赫尔修炼魔法，直到能够自保时就会辞去女装，担任埃德温的小公爵。到了那时，拉赫尔只有他和莎莉能依靠，女儿就能成为公爵夫人。而薇薇安的出现，动摇了他长达数年的计划。公爵为了掩饰拉赫尔的身份，才把薇薇安带了进来。但如果是个有病的孩子，就只能赶出去，就像让小姐的其他朋友逃跑一样。他特径直走到卡尔茨的办公室：“阁下，我是玛格丽特，我有话要说，您有空吗？”玩伴在和小姐玩的时候突然晕倒了，现在布莱恩爵士在做诊查。小姐说想陪在他身边，但是玛格丽特故作犹豫的开口：“当然希望没有这种事，但万一那个孩子得了不寻常的病，我担心小姐受的打击会很大。”卡尔茨马上就明白了玛格丽特省略的后话：“得把薇薇安和拉赫尔分开吗？”说的也有道理。
拉赫尔知道死亡这个概念，万一薇薇安死了，肯定会给人很大的冲击。卡尔茨和欧文的表情变得严肃起来，玛格丽特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与此同时，薇薇安缓缓睁开眼睛，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天花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自己为什么躺着？刚才明明心脏疼痛啊！最后眼前一片漆黑，那难道自己是晕过去了吗？虽然出现过很多次剧烈疼痛，但这还是第一次晕倒。拉赫尔呢？与此同时，和盯着他的拉赫尔对视了。薇薇安有些不敢置信：“你是一直陪在我身边吗？”